女主人游完泳刚准备休息，却不料被门口的扫地机器人盯上。她故意假装没看到面前的石头，一边除草一边瞄准主人的方向。Yere düştün. Hemen ambulans çağırıyorum. 倒地的女主人爬起身，看见门外飞来的石子，还以为这是一场意外，于是让智能管家停止报警。可当她将这件事告诉丈夫，却得知他并没有下达让机器人扫地的任务。这瞬间让艾米感觉背后发凉。难道说智能管家想要故意害她？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艾米将尘封多年的机器人资料拿了出来，放到电视上查看起来。智能管家是房屋的原主人部署的，这里有着不少他们当时留下的生活照。可看着看着，艾米感觉到不对劲，照片里的女主人分明就和智能管家的脸一模一样。她不安地询问智能管家，她是不是基于原来的女主人设计的？可不管艾米如何呼唤，智能管家都好像没听到一样，一句话也不吭声。艾米还以为是机器卡住了，于是便关闭投影仪，独自回到楼上休息去了。可结果她前脚刚走，智能管家就再次打开投影仪，独自欣赏起了以前的这些老照片，同时脸上还洋溢起幸福的微笑。可当照片播放到一张4人合照时，管家瞬间急火攻心，愤怒的一把引爆了投影仪，将整个幕布也给烧毁。很快火灾警报启动，一家人从睡梦中惊醒，疯狂地逃出了房子。好在灭火系统也同时启动，才终于控制住了火情。除了被烧毁的投影仪和沙发，其他并无大碍。艾米看着被烧毁的老照片，认为是投影仪电线老化导致。可马特看到艾米喝过的酒瓶，却认为是他喝醉了，没关机器才会引发火灾。艾米分明记得自己曾关闭了电源，两人一番争吵后不欢而散。结果艾米刚上楼，智能管家就开始挑拨离间。Yangının nedeni kısa devreydi. Açık bir şarap şişesinin çalışan slide projektörüne dökülmesinden. Evet, biliyorum. Çünkü Samira sendeleyip 一番说辞让丈夫信以为真，而这样的手段还只能算是初级。从这天开始，智能管家每天悄悄观察艾米的行踪，甚至偷听她的每一通电话。听到她和姐妹聊起自己的幽闭恐惧症，智能管家瞬间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艾米刚挂断电话，就听见客厅好像传来动静，她还以为是丈夫提前下班回来，可走到这里却发现空无一人。可分明厨房的音乐正在播放，艾米不安地走上前，却不料管家突然出现。他微笑着让艾米帮忙拿一下高处的土豆。虚惊一场的艾米也放下戒心，走进了储物间。结果大门瞬间关上反锁，智能管家将音乐声开到最大，不顾艾米的呼救，悠闲地吹着口哨，去工具间替换了电锯手掌，然后来到厨房，淡定地为孩子准备晚饭，只留下艾米在密闭的空间里彻底绝望。等丈夫回到家，管家偷偷将门解锁，马特便轻而易举地将艾米救出。此时的他已经呼吸困难，怒斥智能管家将自己反锁。可丈夫分明很轻松就打开了门，并且自己提前回来也是因为管家的呼救，他甚至还贴心地报了救护车。这下艾米有理也说不清，恐怕智能管家想把自己营造成一个神经病的形象。无论他怎么和马特解释，马特都不相信，他认为智能管家只是个固定程序而已，不可能做出陷害他的行为。得不到丈夫的信任，艾米这下只能自己调查出智能管家的真相。她假装要出门购物，实则悄悄躲到车里避免被偷听。她给房产中介打去电话，询问有关于房子前主人的信息。中介告诉她，上一任主人入住已经是50年前，他们的资料恐怕要去档案馆查看。可等艾米来到档案馆，竟惊讶地发现当年住在房子的一家3口全部都已经车祸身亡。更可怕的是，车祸现场出现了智能管家的身影。她连忙拉着丈夫来到当年的车祸现场，这里还放着当年前主人的墓碑。丈夫看完后惊讶坏了。Bu ne böyle? evet. Sana neler oluyor böyle Sam? 没想到艾米的这一行为让丈夫更加认为她的精神出了问题。试问一个家居机器人怎么可能操控汽车让主人出车祸，最后还笨笨地出现在犯罪现场？一番说辞对得艾米哑口无言。在丈夫的建议下，艾米决定泡个澡放松冷静一下，却不料智能管家突然闯入，直接摊牌了自己的身份。他体内正有着前女主人的意识，他的家人全部丧命，现在他只想夺走艾米所有的家人。 Git. Defol git. 艾米的尖叫被房门隔阻，可智能管家转头就帮忙呼叫丈夫，说艾米的恐慌症又发作了。他这才着急忙慌地冲进浴室。艾米惊恐地表示机器人想杀自己，让儿子赶紧去地下室关掉他的电源。儿子听后连忙照做，冲进地下室，将智能管家的电源彻底断开。没了电的管家终于从屏幕上消失，可殊不知这一切全部都在智能管家的预料之内。本以为日子会归于平静，可这天女儿的朋友来家里玩时，意外还是发生。艾米和2个女孩正在玩捉迷藏，女儿悄悄藏进衣服篮子，朋友却突发奇想，将自己藏到了烤箱里面。虽然这个地方很隐蔽，但是女孩拿出的烤盘还是分分钟暴露了她的位置。艾米正准备帮她打开盖子，
却发现根本开不动。下一秒，烤箱竟自己启动。艾米尝试关闭机器，可此时按钮失效，烤箱竟然开始运作了起来。艾米疯狂地拉扯柜门，可却根本拉不动。剧烈的高温融化了女孩的袜子，甚至直接烧伤了她的皮肤。等医疗队赶到，女孩已经2级烧伤。艾米被第一时间带到警局，因为警察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她7岁的女儿可以打开烤箱，她一个大人却不可以。这下艾米被确诊为精神病，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智能管家搞的鬼。位于地下室的电源并不能完全关闭它，在房屋的角落其实还藏着一个备用电源。送走了妻子，马特不得不再次启动智能管家来照顾家里的日常。可这次他仿佛变了个人，刚走进厨房就直接锁上了所有的房门以及窗户，将在场的人全部困住。Artık nihayet gerçek bir aile olduk. 马特想要暴力破门离开，可管家只需要稍微释放点煤气，再加点小火，就能轻松让在场的所有人乖乖听话。这下他们彻底成为智能管家的奴隶，陪他上演家人的游戏。但他们长时间的不联系艾米，让远在精神病院的她十分想念。她申请拨打电话给自己的丈夫，可对方接起后，语气冷漠地说自己带着孩子们旅游去了，暂时不会来看望艾米。可艾米分明记得，马特是一个完全没方向感的人，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出门旅游。没错，此刻智能管家正拿着武器威胁着他。马特匆忙挂断了电话，这让艾米更加坐立难安，恐怕家人已经遭遇了险境。于是他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，悄悄溜出了精神病院。等回到家后，艾米通过地下室的窗户悄悄进入房子，仔细检查智能管家的电源，却发现它并没有开启，这让艾米很是疑惑。她小心翼翼地走进客厅，发现这里空无一人。殊不知此刻她的行动全都被智能管家看在眼里。儿子通过屏幕看见了妈妈的到来，他终于看见逃生的希望，却不料屏幕的另一头，爸爸竟然手持撬棍跟着艾米上了楼。结果就在艾米准备救出儿子的时候，没想到马特竟然要用撬棍打死艾米。他一边说着对不起，一边说这是智能管家逼迫他做的，如果不照做就会伤害2个孩子。艾米几乎快要窒息，好在她利用攻击丈夫受伤的手掌，成功挣脱束缚，赶紧逃进了一边的卧室。艾米躲进衣柜，就连呼吸也不敢用力。而此时马特已经进入房间，知道他正藏在某处。危急时刻，艾米竟发现衣柜的后面有一个暗门，穿过之后，这里竟然还有着一个隐藏房间。房间到处摆放着儿童玩具，像是有小孩住过。就在他四处观察时，智能管家直接冲了进来，一刀刺进艾米的肚子。他怒斥明明给过艾米机会，如今他却偏偏还要来送死。艾米想要逃跑，却无意发现墙角藏着一具干尸。看着墙上的照片，他意识到前女主人并不是一家3口，而是还有一个女儿。这下智能管家不得不说出当年的事情。原来智能管家的前身叫做安娜。50年前，她和丈夫幸运地怀上了2胎，而丈夫为了测试实验室的新技术，竟然拿妻子做起了实验。高频的辐射可以穿透肚皮，让屏幕显示肚中胎儿的性别，可图像生成的速度极慢。等看清安娜怀的是女孩时，她所接受的辐射已经过量。从这天开始，安娜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结果医生检查时她已经得了癌症晚期。虽然她最终成功生下女儿，但是她也是个畸形儿，将难以融入社会，只能在家里的密室中长大。可安娜所剩时日不多，没办法一直照顾儿子女儿，于是她大胆地决定将自己的身体用于公司的另外一项实验，那就是改造机器人计划。随着针管插入大脑，艾米所有的记忆和意识被提取，肉体彻底死亡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机械身体。地下室的电源就是她的心脏，而整个房屋从此之后都可以受她控制。但冰冷的身体毕竟不是人类，丈夫有点接受不了，便另寻了新欢，并且还和这个女人又生下了一个孩子。这让安娜越来越癫狂，看见2人在餐厅的亲密举动，她便打算实施报复。女人准备去烤箱拿东西，却被安娜故意将项链卡住，紧接着疯狂拍打她的脸颊。不仅如此，安娜甚至还推走他们的婴儿车，将婴儿直接推下了楼梯。好在婴儿车被儿子接住，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丈夫再也受不了这个疯狂的机器，他带着一家人开车逃离，可却由于太过匆忙，一个失误撞到了大树，车上的人全数身亡，包括安娜最爱的儿子。看见这一景象，他也当场崩溃，彻底死机断开了连接，只留下被安置在密室的小女儿，活活饿死在了这。得知了安娜的故事，艾米意识到她只是想要一个家而已。可对于艾米的子女来说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母亲的爱。如果安娜杀了自己，那他们将永远失去母爱的机会，是不可能将安娜视为母亲的。同样为人母的安娜产生了犹豫，转头看向右边，仿佛她的女儿也在摇头劝她住手。就这样，她放艾米离开，让他们一家人团聚。危机看似终于解除，可一家人还没高兴地说上几句，就闻到边上的煤气味。他们立刻意识到安娜可能想要自爆，于是赶紧以最快速度撤离房屋。一阵爆炸紧随其后，安娜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机械生命。弥留之际，她的意识仿佛再次见到了女儿，2人深情相拥，
手拉手一同前往天堂，永远生活在了一起。